年前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准备好清账。父亲，从现在开始，这里的一切都属于谭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只野狗。野狗只能捡垃圾。谭先生，该收利息了。这款西装是我们部门最新的设计，采用了时下最流行的条纹元素。这种拖泥带水的设计，是想让谭氏变成笑柄吗？再拿这种垃圾敷衍我，就给我滚出谭氏，懂吗？说话，听没听懂？听懂了，听懂了。菲菲，不要着急，设计这种事情，它得需要慢慢的打磨，你知道吧？把枪脖领改成双排扣轻脖领，收腰线提高2公分。用黑曜石扣替换镀金扣。至于这块发霉的衬布，王总您亲自试穿的话，倒挺合适。我当是谁呢？李小姐8年前像狗一样被赶出去，现在还好意思舔着脸回来呀？王总记性可真差呀！上周您在海外输掉2套红木生产线时，跪着求债主宽限的样子，可比狗虔诚多了。我1个月时间一定把钱还上。缺个狗价，今天就放你走。汪，你给我拿来！哇哦，王总现在倒够格代言谭氏新品了。毕竟吸血资本家这个主题，王总本色出演最合适。保安，来人呐！保安，把这娘们给我弄出去！给我滚出去！你不该回来。我这次回来要拿几样东西：你的权，他的命，还有你每晚睡觉抱着的我的旧校服。很高兴以后能和各位一起共创辉煌，多多关照了。李淑静，你费尽心思演这么一出戏，以为这样就能进谭氏吗？李淑静的顾问协议，实话，
亲自签的。老谭弄消失2年，现在终于出现了。死人签的协议，活人定的规矩。从今天起，秋冬季高岭系列的每一根线头，都得按我的规矩来。先不回家了，去个别的地方。8年了，你就学会烧这些废稿玩？你当年咬穿我锁骨的时候，可比现在厉害多了。我在给谭氏设计葬礼情节，主图就用你锁骨上的牙印怎么样？毕竟这是谭氏唯一真实的东西了。与其烧这些废稿，不如直接烧了我。毕竟8年前就打算这么做了。当时的人是逃课少年，现在的人是谭氏总裁，倒是让我比以前更有成就感。那你这次记得换个绳结，毕竟你当年系的蝴蝶结可太容易挣脱了。你在这里烧的每一张纸，都在证明你忘不掉当年被你心甘情愿绑起来的傻子。但我告诉你，现在的谭氏，棺材里可装不下2个活死人了。小谭董不会以为这8年我只学会了缅怀吧？看清楚，我早就已经把自己的墓碑刻成攀岩钉了。你说，从谭氏的哪层开始坠落，可以听见骨头和谎言一起碎裂的声音？那就带着你的钉子住进顶楼。毕竟当年要穿我锁骨的，从来都不该是乖乖女该有的样。李总监的入职仪式真特别啊！需要我教你怎么彻底删除记录吗？狗东西，给我藏哪儿了？小谭董的早安问候方式也很特别，培根煎蛋没拍到。倒是录到你的人连 GPS 都装反了，需要我帮他们报一个技术培训班吗？喂，是谭建飞让你来的吧？没有。
李书静，谭氏不是你的复仇游戏场。信不信我让你滚回你的羽翼里当你的丧家犬？一大早小谭董就这么大火气啊？是怕我抢了你的总裁椅，还是怕我抢了你的心跳啊？李书静，你以为谭氏是张任你剪裁的废纸吗？你现在未免太天真了一点。小谭董这是在关心我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也在关心你？毕竟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帮你清除董事会的老顽固，这样的话我就能帮谭氏集团把棺材本攒得厚一点。李书静，我现在不想跟你玩贴对贴了。这疤我疼了8年，我不信你现在心里没有我。我相信我们之间还是可以回头。书静，我出差回来了。建飞，左言，小谭董来找我叙叙旧，顺便指点一下业务。哦，正式介绍一下，李书静，服装设计师，也是我的未婚妻。你好，以后就是一家人。你和我哥是怎么重逢的？聚会。是吗？我怎么听说是场交通事故？那可能是记差了吧。待会儿来我办公室，我们……不好意思啊，小谭董，我还要忙工作。随便一炸就给你炸出来了，看来你跟他真是毫无感情了。小倩倩，你看看你这个腰线画的呀，软巴巴的。今天晚上来我办公室，哥哥手把手教你怎么画。王总监的教学课需要直播吗？正好可以让董事会看看，您是怎么用材质不合格的理由，卡着秋冬季高领面料，转头批了20吨黑心棉给童装线。出去。李书静，你，我就卡，卡你怎么了？啊？有本事去跟死人告状去，要不要我陪着你去看看你爹的棺材本啊？王总监可真幽默，您刚刚撕的可是供应商给的特别返利清单。您猜这批甲醛超标的婴儿拂袖线是先烂穿孩子的肺，还是先烂穿您用回扣买的豪车轮胎啊？我警告你啊，在这里不要随随便便的污蔑一个谭氏集团的元老，小心我告你诽谤。是不是诽谤您自己心里应该最清楚。你现在要是把申请通过的话，我可以勉强忘记你手上这块表的价格，正好是您克扣童装安全预算线的金额。哼，李书静，你不是挺能耐吗？这批面料，老子就不批给你。等着秋季高领开天窗，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留在谭氏集团。等着。查得怎么样了？要弄掉这条老狗，还需要一些更重磅的东西。
大哥的心真大呀，居然留你这种绑匪独自加班，也不怕你半夜去库房偷绳结，给他也系个蝴蝶结。小谭董这么怀念当年，不如现在就把我绑去你大哥找不到的地方了。那我这次一定会系得紧一点，让你这辈子都逃不掉。你说的我差点都感兴趣了。舒静，你加班应该提前告诉我，熬夜伤身体嘛。刚刚去花店耽误了点时间，喜欢吗？看来大哥是一点也不了解舒静啊。舒静她不喜欢花，她喜欢……以前不喜欢，现在喜欢了。建飞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呀？我来跟舒静探讨一下，旧物该怎么处理。建飞啊，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不过，哎呀，这凌晨2点的停车场不太适合酗酒吧？好了，小屁孩该回家了，我跟你哥也该回去了。让一下。李书记，我倒要看看，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怎么样？这个东西够不够重磅？我警告你这个女人，不要跟我动手动脚！你真棒！王金凯，8年了，你欠我们李家的债，该用你的血来还利息了。王总监的保暖黑科技可真特别。这里面每克填充物辐射值超标的127倍，刚好是你儿子的生日数字。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10年前像狗一样跪着求我的丫头片子，现在都装起人样了。谁不知道你进谭氏安的什么心啊？我这里还有你那个蠢儿子跟黑布材料商的交易记录，要不要大家都互相传阅一下？你们父子俩为了从谭氏捞钱，还真是又蠢又坏。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回扣问题了。要不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多严重？菲菲，我可是为了咱们谭氏集团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元老啊，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是吧？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出来，对谭氏的影响肯定非常严重，所以不能这么轻易解决了。你们俩是一起合起伙来坑老子是吧？够了，把王金开带下去，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批货必须马上全部销毁，不能流入市场。不是，菲菲，你不能这样，大哥现在昏迷，公司不稳呐。还有，这个小娘们是伪造大哥的录音，滚蛋！他空降谭氏集团，目的昭然若揭。起来！我告诉你，李书记，你他妈给老子滚出谭氏！不要动手！逃啊！谭左岩，李书记，你们俩给我等着！走，别乱动！不好意思，各位，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人渣，如此污蔑我的未婚妻。
好巧啊！装的倒挺像。还想骗我？这么久了，谭家只有一通电话，放弃你了。你说呢？我不信。你应该把我吊在这儿。我不听话。再见了。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所以你以自己为饵，引我入局。这不是你教我的吗？让猎物自己走进棺材里。真的是你吗？你觉得呢？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想你的脸，我会在你面前温存每张笑脸。失去的你，再见。别丢下我！我到底有没有错？王金开那条冬季羽绒服供应链权限还没拿到吗？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剑飞对这块的把控异常的严格。不过春夏季的供应链他倒是松了口，利润也不低的。不行，我们必须要拿到冬季款的。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舒晴，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做到。不过我们也得慢慢来啊。是我太着急了。今天下午有空吗？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我们去看场电影。不了，我要去收点债。王金开给我还的利息都还没还够呢。快点收拾完了吗？哎呦，不就出个国吗？那么着急干嘛呀？你知道个屁呀！快走！
东西都拿好了吗？你怎么来了？我带着王夫人来给你送行啊。你个畜生！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你要带着这个狐狸精抛妻弃子？哎呦，这个袋子里装的该不会都是现金吧？王总，您银行卡被封了，还能拿出这么多现金？不会是要带着这位美女去吃香的喝辣的吧？王总，您还真是神通广大呢。你带着这个女人滚吧，但是包里的钱得给我留下。你干什么？我跟孩子还要生活呢。你给我起开！李书家，我他妈弄死你吗？这位美女，你确定要跟这样一个破产的糟老头共度余生吗？王建开，你给我听好了，这钱就当咱俩的分手费，以后你别来纠缠我了。小兰，我还有钱，我有的是钱。你还有钱给别的女人？这钱都是我跟孩子的，我的。这钱是我的，是我的钱。我的，你给我王总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你应得的我还没完全还给你呢。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只野狗。李总监偷东西的姿势，可比当年劫我皮带扣时退步了。小谭董真是会说笑啊！我不过是来找一找王总遗落的业务能力评估材料。集团可没说过需要设计总监做这些小偷小摸的事。那看来小谭董该给我升职了。毕竟我帮你剪掉的，不仅是一块发霉的衬布，更是整条烂透了的供应链。不如把亚太地区面料采购全交给我，我保证夏季新品用的都是能过婴儿口水的 A 类料。不如我们做笔交易，你跟谭作言取消婚约，我送你一座钻石矿，反正你价钱我们谈下，为的不就是那割喉的东西吗？小谭董未免把商业联姻想得太廉价了吧？你哥哥给我的定情信物，可比钻石锋利多了。更何况，我跟你哥哥是真爱。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谭建飞？离去而行的飞鸟，对决满身的尘嚣，却会绕沿时间埋落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载人不往来的方向，圆不回的结局，打乱脚步调设下满盘圈套，把过去刻入眉窗谈笑，跌倒了还要你当年咬穿我锁骨那下，可比这次疼多了。除非谭氏的股价跌破我父亲忌日的数字，否则乖乖叫我嫂子吧。离去而行的飞鸟，对去
小谭董，约人谈生意，连杯写诗都不请啊？还是说，你怕这酒名让我想起些旧事？我跟你说的是，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送这么一份大礼给我，小谭董可是后悔当年的决定了。这算是重新给我的订婚礼金。这份礼金收不收得下，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小谭董，放心吧，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努力一下的。出去！你不让我活，我今天就用这把斧头送你下去，让你们全家团圆。我就知道像你这种又蠢又坏的人，一定会狗急跳墙。那我他妈也要先咬死你再说！又增加了一项罪名。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为了自保，把脏水全泼你身上了。你说，你是用这把斧头自我了断的好，还是等警察来？不过我听说，像你这种卖黑心棉害死婴儿的杂碎，在监狱里最受欢迎。我不会像你那个懦夫的爹一样自我了断，要么有本事杀了我，要么天天晚上爬你家窗户，我吓死你！姐，为了这样的人渣而毁了自己的人生，不值得。你要的复仇是让他活着，看自己变成蛆虫。李书记，你别后悔。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在装睡，你是不是怕醒来之后说漏当年你是怎么逼我爸签的卖身契？
要你每次吸气，都像气管里插着碎玻璃。我要你咽气前的最后一口气都带着忏悔。李总监的画工退步了。我记得你当年教我画人体结构图的时候，说从锁骨到腰线的黄金比例是欲望的等高线啊。小谭懂的记性可真好，可惜你忘了后半句。比例失衡的野心，也许会变成绞死自己的绳套。你现在都装得像个商业女魔头，但是我不知道你这出戏码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我想演到小谭懂，愿意把我想要的东西都给我的时候。是你跟我说过利用变不成爱情。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继续做谭作言的棋子，跟我死斗到底；第二，今晚8点来基地，把你欠我的那场正式约会给我补上。不好意思啊，小谭董，今天晚上8点，我跟你哥约了去试婚纱。好吧，这是你选的。李总经理，我是林夕，林夕设计的总负责人。李总监负责的秋冬款材料以后都由我供应，今后要常打交道了，多多关照。真是让小谭董费心了，这么着急塞人进来，监督我。对于你的事儿，我一直都很费心。那个包明天早上交就行。行，那我改完了直接放你桌上。你的每一件事，我都很费心。小谭董，我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还会说这么肉麻的台词啊！你很闲啊？不闲怎么会有好戏看呢？别多嘴，你要的份额，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就说嘛，男人还得是小谭董这样的，最帅了。好，放心，现在一切都在按照计划推进。问题的关键是，新产品一定要用上你手上那批新的专利面料。等我消息。我先挂了。这个时间还在游泳，林小姐果然是大小姐来体验生活的。工作要工作，休息当然也要休息了。我本来在等建飞，但一个人等他也太无聊，就想说把李小姐叫过来一起聊聊天。林小姐，你到底想要什么？不妨直说。你应该也不差这点钱吧？姐姐，谭氏现在被你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能单纯的想帮帮建飞，帮帮谭氏啊？可是现在的谭氏需要的是变革。变革？谭氏是一艘巨轮，巨轮是不会轻易掉头的。其实我听说过林小姐不少故事。他们都说我什么了？娇滴滴大小姐，一心嫁人无心家族事业，相亲联姻战斗机，等等诸如此类的吧。林小姐，
你明明能用脑子吃掉半个商圈，怎么就甘心当一只镶钻的算盘，等人拨一下才响一声呢？要是能有别人替我费这脑子，我何必扮这女诸葛呢？倒是李小姐，明明能在国外当个高薪设计师，却偏要回这泥潭挖谭家的祖坟。李小姐该不会真信了复仇这种童话吧？林小姐这么爱替人收拾烂摊子，小心最后别溅自己一身泥。那有什么关系啊？换身新衣裳不就好了？嗯。小谭总，左言，你说婚礼上我是挽着你的手入场比较好，还是随着你的影子走红毯更好？只要你开心，哪怕是踩着我的心脏走，都可以。要不要再试一套白色的？好啊，那你帮我换。他比较适合穿黑色，毕竟丧偶的时候不用换衣服。剑飞，怎么来这儿了？我听说你今天和林夕有个约会啊。你们来干嘛，我就来干嘛。没想到你和林夕进展得这么快。我和舒静刚订婚不久，倒是被你给抢先了。你呀，傻。要是早这样，当年林夕倒追你，也不会追得那么辛苦了。哦，我说剑飞怎么这么快找来这么靠谱的朋友帮忙？原来还有过这样的过往啊，可真是意想不到。严副总是不是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忘了自己还有个临时会啊？哦，我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怎么，剑飞现在想给我专门临时加个会啊？没错，就是我给你安排的临时会。现在召集谭作言部门所有人，对秋冬季高领加开个临时会。你去还是不去？现在召集谭作言部门所有人，对秋冬季高领加开个临时会。你去还是不去？刚好盯上这个业务的人多的是。好了，作言，你先好好上班吧，还是工作重要。全听你的。让他碰你哪儿了？这儿，还是这儿？李淑清，你到底要干嘛？怎么了？我已经是作言的未婚妻了，结婚的事不是早晚都要准备的吗？我知道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撒这个谎有意义吗？这可以是撒谎，也可以是真的。不如你把我想要的东西都给我。你能做到吗？你要是能做到的话，我保证，婚礼上只带你送的料膏。
这镣铐你不是8年前就想送我了吗？而你现在只能自己带着它，看我踩着谭氏的棺材板走红毯。想玩火？我可以把整座谭氏烧成你的婚房，但记住，这火里锁着的只能是我们2个死人。你这小矮子跟我胡搅蛮缠什么呀？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天天跟我装聋作哑是吧？你说谁不长脑子了？李书静，你是不是疯子呀？你说谁是疯子？林夕，我告诉你，别一天天给老娘装白莲花，靠着给谭建飞当人形合同章上位，你还真当自己是集团吉祥物了。哎呀，李大小姐您多高贵呀！就你这废稿，连3流设计师都不如，还想申请高级专利？你真当谭氏是你家开的呀？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个字你到底签不签？我不签，我不签，我不签！就算谭建飞来了，我都不签。爱签不签？这李书静真是个疯婆娘！谭建飞，你当初就是为了这种疯女人拒绝我的婚约？有趣吗？这疯女人把老娘当活靶子打，你管这叫有趣？你还想不想让我替你做这个项目了？项目当然给你做，不过这出戏我还挺想看的。但是提醒你一句，李书静可不是什么简单任务。谭建飞，你到底是借我的手对付李书静，还是拿我当靶子给他练枪啊？这项目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加油！喂，麻烦让一让。谭建飞，我加你大爷的油！气死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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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人用慈善联名款抢走了我们70%的预售额，她还打着公益旗号垄断面料供应商，现在全行业都站在她那边，连董事会都向我施压，让我暂停秋冬高岭项目。谭建飞为了不让我碰这个项目，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气死我了！冷静一点，他的商业向善可没这么干净。看。他合作的山区工厂根本产能不足，所谓手工编织面料，全是从海外代工厂贴牌倒卖的工业货。等等，这个公司的法人，这是谭建飞旗下控股的空壳公司。林夕这是踩着道德高地想要给谭氏洗白啊！马上把这些材料打包发给媒体。不止如此，他宣传片里的扶贫车间早就在2年前停产了。找几个被辞退的工人去录视频，定把他那慈善女王的人设砸成碎片。就算这样，我们依旧没办法拿回秋冬高岭项目，并且可能会迎来他们更强烈的反扑。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出那个女人的弱点。他7岁那年，画这张全家福的时候，唯独没有把老家伙的脸画全。你说他那个时候就猜到，他会被我们谭氏逼到家破人亡吗？你呀，爱翻这些垃圾的毛病，倒是和当年偷他日记本时一样。当年是大哥你说，舒静将来是要嫁给我的，
我得护着她。现在你又说你要娶她，大哥，你不是一个好演员，这么拙劣的把戏，你演不了太久的。这人啊，总是会变的。当年，老家伙一心想要让我继承谭氏，可后来呢？他变了，舒静也变了。他不会再爱你了，将来他是要嫁给我的，护着他的人也会变成我。你护着他的方式，就是让他变成谭家的祭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你让他知道，你身体里没有谭家的血脉，你觉得他还会和你在一起吗？你以为他在乎这一切吗？他早就全部知道，可是他还是要嫁给我，为什么？因为只有我才能给他最想要的。你最想要的，不过是谭家那点棺材本，而舒静想要的，是整个谭家灰飞烟灭。而你，他最恨的谭家的血脉就在你的血液里奔涌。弟弟，你每次摸他，碰到的是他的温度，还是你父亲勒死他父亲时那根麻绳的触感？李书静，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你约我还迟到。你是谁啊？李书静呢？小谭董这个样子，不像是要找我聊工作呀。这杯酒叫经济之吻，你猜它喝起来像不像18岁那年你往我嘴里塞的野柠檬啊？小谭董这是借酒装疯啊！可惜醉成这样，连杯酒都调不好。你真该学学你哥，他连砒霜都能调成香槟。我又记起了你的笑。你叫我小谭董的样子，可真是太虚伪了。还是当年你咬穿我锁骨那句话说的比较诚实。谭建飞，你为什么总是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当初是你们谭家先把我推下的地狱，怎么现在反而装出一副救赎者的样子？你听见过吗？如今，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恨你让我连恨都要计算计量，多一分怕心软，少一分又怕露馅。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瞬间，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天真和美，永远。
倒要看看，是谁欺负我姐。你是李淑静的弟弟？我可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现在你知道了，我叫梁羽生。那个项目还给我姐，就当我欠你个人情。小弟弟，你的人情值几个钱啊？什么小弟弟那么难听啊？这个忙你到底帮不帮啊？我这个人吧，就只帮朋友的忙。你要是能把我喝开心了，我就当你是我的朋友。酒量比你姐好。不许你叫我小弟弟，也不许你说我姐坏话。你怎么还不服气啊？走，我们去换个地方。淑静。回来了。回来了。你昨晚去哪儿了？没去哪儿啊。林夕那事儿可能搞定了。嗯。什么？林夕那事儿可能是搞定了吧？谭建飞还算是个男人。这事儿办的还算是地道。你在说什么呀？跟谭建飞有什么关系？明明是我。你搞定的林夕？是啊。干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也不是。老弟，你不会用那种方法吧？什么方法啊？不会白睡你的，项目送你了，我走了。我真的走了，再见。你别走。怎么，想让我对你负责吗，小弟弟？我是说，你要说话算话。肯定算话。李总监这么厉害，居然林夕都被你搞定了。你昨晚也挺厉害的。这么多人呢？你等等我。既然林夕走了，那我们就把秋冬季的高岭项目交给李淑静总监负责吧。李小姐能独立完成吗？郑总觉得独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是像你们部门这样独立搞出3个亿的财务漏洞，还是像我这样独立把漏洞变成收购对手的筹码？你够了，李总监可以。
我相信他。舒静和剑飞是不是有什么情况？李小姐昨天晚上可能和小谭董……说，李小姐的耳钉昨天晚上落在小谭董家的卧室角落了，今早保洁交上来的。董楚仪，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在讨论秋冬高岭的刺绣走线啊？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应该是的。滚啊！李总监的收腰剪裁还是这么刁钻啊。不过，这弧度误差好像比当年多了0.5毫米。那小谭董可以换个裁缝，毕竟连衬衫扣子都能记错的人，看东西尺寸有误差，也正常。那全世界只有你最符合了，毕竟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你更懂我了。在公司呢，走开。小谭董最近很闲呀，没事就来指点你嫂子的工作。大哥，这话说得太早了，毕竟婚期还没定，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是吗？我今天来，就是和舒静商量一下婚期的事情。舒静，我们定在下个月，你看怎么样？私事我们私下再说吧，毕竟是在公司。不愧是我的李总监，这么爱岗敬业啊！那大哥就不要在这里打扰我们两个商讨工作细节了吧。舒静，跟我去个地方。好。你要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啊？系好你的扣子。这架钢琴的音板裂缝，像不像你父亲咽气时的喉骨碎裂声？说，东西藏哪儿了？东西在墙壁底里。老李把他的身家都压惨了。第几个孕妇？畜生！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畜生！你爹跪着求我的时候，他可比畜生还听话。谭副董犯人救宅的癖好，倒是比聊生意时坦荡多了。李家的债，谭家的血，还有你我之间那一点点心照不宣的利用，都快被谭建飞搅得烟消云散了。谭副董，你是不是忘了怎么把仇恨刻进脑子里，
这点我从来都不用人教。不像你们谭家人，连葬礼上流几滴眼泪，都还要翻族谱现学。今天晚饭我们吃什么？这个女人还真跟谭左眼出去了。舒静，那你就正式的嫁给我。我可以名正言顺的陪你挖出谭家的祖坟，否则你永远只能是谭建飞最血的共犯。还不到时候。你还是舍不得他，李淑静，你太可悲了！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这间房子的每一块砖都刻着他父亲杀死你全家的声纹啊！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呀！谭左眼，你冷静一点。你干什么？谭左眼，你放开我！放开！我今天一定要得到你！为什么呀？从小到大，你什么东西都要跟我抢。从来没想过要跟你抢，是你自己太贪心。但这次，我绝不会放过你。李淑静，你以为他就比我干净吗？当年你父亲上吊的那根麻绳，是他亲手递的。你信吗？我信你。记起了你的笑，我从未见到。在梦里贪图一个拥抱，都成全不了。
有没有受伤？冷吗？你听见过吗？失去的总要叫人长大。怎么样？还冷吗？我不听话，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瞬间。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凭什么没永远？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想你的脸，我会在美好面前温存每张笑脸。这么着急去上班啊？不然喝完咖啡再走。小谭懂得待客之道，是弄丢客人的第2颗衬衫纽扣吗？这是我的衬衫，怎么反过来指控受害者？好吧，那给你30秒准备早餐，不然我就空腹去开会。硝酚浓缩，可颂加热到38度2。昨夜的体温。那看来温度就要送去检修了。我正常的体温是36.5摄氏度。那我们就现场测测。谭建飞，你干什么呀你？别闹了，别闹，别闹了！谭总，昨晚李淑静又在小谭董家过了一夜。我知道，别他妈再跟我提那个女人的名字了。那她的行程还定吗？停！好。等等，有老家伙的消息了吗？还没。这个李淑静可以啊！谭副董有何贵干？淑静，昨天是我不该用那种方式。谭副董，道歉的话就不必说了，毕竟已经是昨天的事了。我就知道淑静最大气了。这个，这件事我不会再提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嘛。没想到谭副董如此天真。我要是现在说我们还可以合作，你会相信吗？
掉了。谭副董需要我教你怎么捡东西吗？先弯腰，再低头，然后出去，不要再骚扰我了。李淑静，你在我身边装了这么久的乖乖未婚妻，就为了今天这副嘴脸呀？不要逼我！不好意思，谭副董，我以为你又要像昨天那样对我呢。李淑静，李总监，你没事吧？去叫保安上来。我看某些人好像还没有学会用2条腿走路。这东西你消毒完捐给流浪动物基金会。李淑静，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动手！李总监的行程表该添加新意项了，每个周五都得陪老板交次游。一点都不像我，技术越来越差了。看来成为小谭董之后都没时间画画了。当当当，西区那家面包厂要关了，这是最后的情人可送，晚了可就吃不到了。我坐哪？打车吗？哎，你干什么啊？关系安全带啊！哎呀，你在演什么狗血剧情？你勒到我脖子！哎，对不起。哎，对不起。会不会解？这热量都够抵我半天会议了，所以今天报告你替我写啊。李总监是不是应该重新学习职场礼仪呢？至少应该说句谢谢老板吧。我告诉你，职场性骚扰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哪儿？秘密。幼稚。嗯，你最成熟。你想不想要这个呀？想。那跟姐姐石头剪刀布。好。你赢了我就送给你，好不好？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了好了，你赢了，给你。谢谢姐姐。不用谢。李总监的谈判技术退步了，连小孩都玩不过了。小谭董倒是进步了，之前还只会捏兔子，现在改行抽象牌了。哎，头上有东西。哪儿？幼稚。这么多人呢，现在没了。谢谢，给您添麻烦了。不会。来，快谢谢姐姐。谢谢
姐姐，我送你一本我最喜欢的童话书。谢谢你，不用谢。跟姐姐说再见吧。姐姐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不好？好。哎，好，你走喽。哎，爸爸！哦，哦，哎！又记起了你的笑，好久没见到。还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看童话书，我们还因为这个吵过架呢。但我现在只相信过期童话，比如王子变青蛙的化学实验。走了。那我送你。不用了，我还要去个地方。好，我马上来。我出去一下，你看仔细了，千万不能离开。好的，梁先生。当年你逼我爸自杀，听我妈说，她只用了3天就做了决定。现在我给你30秒喘气，你说够不够品尝他当年等死的滋味？别急，还是等您的亲儿子谭建飞亲手给您盖棺板。到时候，我会穿您最恨的那条红裙跳舞。什么？你说我妈失踪了？我已经查过了，医院的监控什么都没有，可能是她被带走时刻意躲过了监控。不行，你帮我把所有的监控再调出来一次，我要一帧一帧的找。李总监这副模样，倒是比婚纱店试衣时更加动人。大妈，来个舞唱窦娥鸳鸯。你到底想要什么？股份、专利，还是把我绑去婚纱店当众磕头？你尽管开口。真狼狈啊！8年前，你父亲吊在梁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这么救过老东西啊？可惜啊，
我现在只对活筹码感兴趣。谭作言，你他妈找死！这么着急演苦情戏啊？要不要我给你配一个 BGM 呀？放开他！小谭农这是闹哪出？8年前我爸挂在梁上时不见你逞英雄，如今倒学会装圣人了。舒晴，我们可以……你闭嘴！谭作言，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谭正恩。怎么样？有线索吗？还没有。老家伙原来真在你们这儿。转移谭正恩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直升机几点到？基本上都准备差不多了。直升机40分钟后降落天台，但谭作言要求我们先交人。他这种鬼话你也信？如果伯母真在他的手上，他肯定会发一段实时视频。你当他慈善家吗？我们先不要着急，再好好等一下。你当然不着急，你是怕把谭正恩交给谭作言后，谭氏总裁就变成了谭作言吧？你就这么想我？我根本不管谭正恩到底在哪儿，在谁手上，我根本不在乎。但我知道，如果你现在交人，就是在给伯母的棺材板上钉上最后一根钉。姐，这件事情确实有问题。谭作言一直拖延时间，不肯当面换人，是有些不对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阿姨根本就不在谭作言手里，又或者是阿姨自己跑丢了呢？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要试一下。谭正恩我们可以交，但我们一定要先见到阿姨之后再交人。万一我们唯一的筹码交出去之后，没有见到阿姨，我们就被动了。哎，你这脑子是用来吃的呀？打早了，跟那疯婆娘一样瞎折腾。这会儿可算睡着了。可不是嘛，终于安静一会儿。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太安静了？我去，人不见了！活口！我要的是活口！你们他妈这帮废物，连一个疯婆娘都看不住是吧？看不住就别他妈回来！监控死角太多，还是没线索。舒静，如果没有我妈的话，我就真的没有家了。舒静，我会帮你找到阿姨的，我也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以后也可以有一个孩子，你不会没有家的。我们可以想尽很多办法。你滚！当初我爸就是在这里被你们谭家逼死的，现在连我妈也过不上安生日子。对不起。舍不得让我自生自灭吗？我会留你一条命，不只是你，你们谭家的每一个人都得给我活着，等待着我亲手将你们推进地狱。我只是想让你留下来，我可以是你的同谋，我可以是自愿跟你来这儿的。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就只求你能够留下来。
谭建飞，你现在是在跟我保证什么？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将你留在这里自生自灭。你要想跟我谈条件，等你坐上那个最高的位置再说吧。我只是想你留下来，希望你每夜起身的时候，你的灵魂花园都能少一点荆棘。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瞬间。我的灵魂花园里早就已经养了一条毒蛇了，随时都准备踩着荆棘前行。亏欠，凭什么没永远？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如果我不是谭氏的人，你还会靠近我吗？你还会和我在一起吗？温存每张笑脸。不管我是不是谭家人，你是不是李叔叔的女儿，我注定要与你纠缠一生。再见。兄弟，这样你就能看到谭春恩的儿子在同一个地方死掉，只要你心里能好受一点。你姓谭，你的血管里流着逼死我爸的毒。我不希望我未来的孩子也顶着谭鑫活在这滩脏血里，你懂吗？强逼点，要见血才能弹出。我是静儿，我是静儿，你看着我，我是静儿。静儿，妈妈教你画爸爸的心脸，心脸，爸爸，爸爸的心脸，画静儿。从今天起，谭副董的所有业务全部停掉，他需要回家好好养养伤。谭建飞，你以为你在谭氏能一手遮天吗？你觉得呢？是时候回去了。看来谭副董过得也不是很如意啊。风凉话就不用说的太多了。之前说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这没什么好考虑的。我一直都认为你是谭氏集团的董事长。
城西仓库，走。你们这帮大男人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你们这样突然过去，就不怕王金开来个鱼死网破啊？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来帮我的小弟弟啦。那你有什么方法吗？来之前呢，我详细的调查了一下王金开的家庭情况，我的办法就是赌一赌他还有没有最后一丝人性。李书静，你终于醒了。你以为你凭什么拥有现在的一切？靠着这张脸去勾引谭家兄弟？我告诉你，没了你这张脸，你什么都不是。你以为你把我毁容了，我就会怕你？对了，你求我，就像你爸当年跪着求我那样求我。你信不信我能大发慈悲，给你留着半张脸，让你去你妈的坟头给她哭丧？那你可得把我的舌头也割了，不然你做的这些恶心事，以后我会一字不差的全都告诉你女儿。你该求的人是你吗？好，那我就成全你们，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冥顽不灵。爸爸，爸爸。爸爸，怎么？你要在你女儿面前当个杀人犯吗？王金开，如果你现在收手，我就让谭氏撤销几个对你的指控，大不了就是进去蹲2年。但如果你继续在这里冥顽不灵，那可就真是万劫不复了。难道你真要在你女儿面前做一件让她一辈子都会有心理阴影的事情吗？爸爸在玩拯救公主的游戏呢，爸爸演大坏蛋，姐姐带你去拯救公主好不好呀？好呀，好呀。走。来，把它绕过来。对，真聪明。来，小英雄，你可真厉害，我都被你救了，谢谢你。小英雄，到爸爸这儿来。爸爸。爸爸，你是坏人吗？你要的东西在周有才身上。你没事吧？他已经被公安部门立案调查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比你想的更肮脏，你还会选我吗？我会亲手剜出你的心脏，再问他疼不疼。他早就为你疼了8年。是吗？
姐，凌晨4点连环夺命 call， 你当我是 AI 客服啊？昨晚谭正恩跑了，但你先别管他。为什么呀？先去找一个叫赵佑才的人，动作一定要快。赵佑才，有点不对劲。当年父亲用这支酒来庆祝我进入董事会，如今倒也适合用它来祭奠我的忠心。体面点管，别逼我撕开你那些脏事。体面？你是指像你这样被李书静当作狗一样的拴在床头，还自诩情深？我警告你，别再用你的脏嘴提他的名字，离他远一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一个情深意重啊！你说，如果他知道了当年的事情，你全部提前知道，甚至参与其中，你说他知道这真相会不会捅你一刀啊？我没有参与。这句话只有你自己信吧。替我转告他，你这个咬痕里藏着的秘密啊，够你们互相捅刀到下一辈子了。爸，您总说曼陀罗花有毒，可不带点攻击性，怎么撕开蛇的七寸？再等等，很快就会有人来给您赎罪了。王金凯、谭作言、李书静，你下一步还要做什么？爸，当初你的厂子现在已经被评为市内优秀老厂区，虽然它还在谭家手中，但我会想办法让它回到我的手中。赵佑才，这得从老厂区的名单中找吧。凌晨4点都能被李书静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梁先生，你觉得这合适吗？你怎么来这儿蹲我了？这要是让别人听到，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我管人家怎么想，本来你就是脚踩2只船，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吧，李书静找你干嘛？没事，就是问我他妈妈疗养的事。他妈妈凌晨有点不舒服。好好好，4点钟从我身边爬起来就走，现在随便找个这么烂的理由搪塞我。梁先生，我们什么关系啊？你就不能哄着点吗？李书静难不成发现了什么关键问题，要这么着急去验证吗？这事儿要不要告诉老东西？我请你吃早餐吧。医院食堂的早餐啊？哦，你要是不喜欢吃的话，没说不吃。走吧。
看到我惊不惊讶？嗯？我们明明才刚结束合作关系不久的呀。你现在满盘皆输，拿什么跟我谈条件？你不会真以为谭建飞是什么好东西吧？你以为他没有事情瞒着你吗？你还是先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再说吧。嗯。但是下一次，你要再敢动我母亲的话，再动一次，李总监，你不会再跪着再求我一次吧？神经！李书静，哎呀，李书静啊，这就当我送给你的临别礼物吧。八卦舆论，谁不爱讨论水性杨花的女人呢？谭氏高层关系混乱，实在不堪。谭氏不需要这种私德有亏的总监。李书静，滚出谭氏！私德有亏，在座的各位，包养情人、金屋藏娇的不在少数吧？怎么，轮到我就双标了？自从你来了谭氏以后，公司的麻烦接二连三，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赶紧滚出去！对，滚出去！对，太让人失望了。我看谁敢！彻查发帖人，半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果。是。李书静操刀公司最重要的品牌，他走了，就靠你们这群酒足饭饱的废物撑起谭氏。别再让我听到这种话，否则就都给我滚！散会。不要在意那些话。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女生了。你已经看这些文件看了快3个小时了，快休息一下吧。谢谢。我就不信这个赵有才凭空消失了。嗯哼。陪我去游泳。好。哇哦！我竟然不知道小谭懂游泳，游得这么好啊！你懂什么？这是我们谭氏独创的危机应对训练。你看，福利测试很成功啊！小谭懂可真厉害，必须让全公司学习。哎，李书静，你别！3、2、1，笑！你别，快删掉！别拍了！你快给我删掉！删掉，拿来！留一张，留一张。删掉啊！不能发。好，删掉可以。再拿王金开以前的资料来换。你不是来陪我游泳的。毕竟秋冬季高领发布会迫在眉睫了嘛。你想要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呀，能给的我都给你。感动了吧？怎么谢我？这还要谢礼啊？大男人这么小气。你不是会游泳吗？
教我游泳吧。可以啊，但我的学费很贵哦。学不会的话，要赔终身会员卡。别逼我，赶紧离开！赵叔想干什么？送我去见我爸吗？8年前和我父亲死亡是同一时间，而且谭氏从未对外公布这个事故，所有的新闻报道记录全都被人为抹去，连股东会的档案里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他们到底想隐藏什么？帮我查一件事，8年前的谭氏旗舰店坍塌案。看到这么晚啊？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跟我说，只要你说，我都可以满足你。那你给我打钱，先来10个亿。开玩笑的，这么有钱啊？最近别太辛苦了，别太累了。谁啊？我找到当年旗舰店店长了。小弟弟。赵叔，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李正直的女儿。我不认识你，赶紧离开！赵叔，今天我是来听一个故事的。您还记得8年前谭氏旗舰店坍塌案吗？可是死了好多人呢。别逼我，赶紧离开！赵叔想干什么？送我去见我爸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吗？他们不都是您的朋友吗？赵叔，想要活得安稳，就不要背着债活着。爸，我马上就能还您清白了。谭建飞，你站住！
棍追究你的秘密。谭建飞，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拿到这个证据，用了多少努力？舒静，是不是只要有人妨碍你复仇，你都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开？是我太蠢了，竟然相信一个姓谭的人。谭建飞，你别逼我更恨你。对决满身的尘嚣，却会让眼视线埋了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才人不往来的方向，圆不回的结局。打篮球步调射下满盘圈套，把过去刻入每场谈笑。跌倒了还要寻找旧的记号，满也试图隐藏的过去。下一页掀开这是非之地。离去而行的飞鸟，对去满身的尘嚣。你的生气足够了，也视线埋落地的下个破晓。山坡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才人不往来的方向。时间埋落地的下个破晓，山坡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才人不往来的方向。来的方向。你帮我去赵有才的家里和店里再找一找，还有没有录像带的备份？好，我马上安排。
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等水面平静了，这里会留下我们的初吻。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凭什么没永远？谭天飞，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还好我赶紧过来了。你都烧到40度了，死不了。没听说过祸害1000年吗？像我这种坏女人，命硬得很。别这么说自己。录像带还能找到备份吗？谭建飞，你昨晚做梦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以后不会了。扔了吧。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12岁那年，是他教我调的颜料。他说，黑色要混着血，才能调出最纯粹的暗。是你逼我的。传说中的赵副董现在从海外回来了，别乱吃，你不想看吗？李书静在哪儿？好像在设计室。好像，下次再让我听到“好像”这2个字，你就不用来了。听说公司来了一个新设计师，能耐大得很呢，把公司搅得昏天黑地的。早就听闻负责海外业务部的赵副董声名远扬，如此年轻就身居高位，我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跟我比，你确实不配。我们团队呢，不给什么野花野草留位置，你最好学着怎么做一个听话的裁缝，明白吗？如果我不明白呢？简单，那我就教你明白。大名鼎鼎的小谭董，居然在这儿偷喝蜂蜜 whisky， 这么甜的喝法，可不像是刚挨了巴掌该有的消遣啊！你不看好你家的小狼狗，过来看我的笑话，你看起来也很闲啊。
只可惜那小老狗心里全是什么那些证据，凌晨3点了还在那儿看监控回放。他整天就想着帮李淑静找证据，没意思。李淑静不是他姐吗？哇，没想到小谭董这么单纯啊！他们之间又没有血缘关系，男女之间哪有什么纯友谊？淑静，走开！你以为赵柔只是来夺权的？她真的非常危险。所以呢？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帮我？淑静，能不能冷静一点？是谁轻易就烧毁了我苦心得来的证据？现在又来跟我装什么好心？如果你不能让他现在就滚出谭氏，就别在这里跟我惺惺作态。所以一直以来，你只是把我当做报复谭氏的工具。工具？我一直以来靠的都是自己，可我后来信了你，我得到了什么？你让我这8年的努力看起来就像是个笑话。淑静，你放开我！滚！你，我现在让你滚，你没听见吗？走，雨生。面料入场的事已经搞定了。按照你之前回忆里，跟王金开和赵有才有关系的人，还有我们新作账本上的几个人，他们都没有拒绝。我就知道，谭氏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就算让他们全都下地狱，也没有几个是冤死的。没能拿到王金开留下的那本录像带，我们始终是缺少证据的一环。现在我们只能证明，他们都有问题，但要还原李叔叔当年的真相，我们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了。都是给谭正恩那个昌鬼做事的，能把他们一起拖下水，已经足够。至于爸爸当年的那件事，我觉得我应该去当年事件的源头调查。你是说要亲自去工厂？这太危险了。不管那里是什么龙潭虎穴，我都要去闯一闯。那你记得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和我说呀。放心吧，小屁孩，你姐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快走，快走！你没事吧？好久没见到，在梦里贪图一个拥抱，都成全不了。小屁孩，你是不是谢谢都不会说？我自语自言说的话，你听见过吗？失去的总要叫人长大。干什么？你有毛病啊！我刚刚真的是闲的去救你，就应该让那几个人打死你。给我多一个瞬间，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喂，至于吗你？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在乎我的人了。小屁孩，你跟我比惨，你连屁都不是，真正的惨
是倒在泥里还要把自己烧成灵火。我告诉你，你的命是我从地狱里救回来的。你想死，先把我受过的苦都给我尝一遍。温存杯中少年。